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给大家带来 FC 红白机平台的动作游戏 DJ Boy。今天仍然是来自于小叶爱默默的投稿。本作由科乐美公司1990年发售。游戏的名字实际上是地商张冠李戴的结果。原作是一款街机游戏，在世嘉 MD 上还有移植版。本作原本的名字应该叫做轮滑比赛。我大概4年前曾经录制过这款游戏，选用的也是妹子。所以昨天我看见小叶爱默默的投稿，发现他选择的人物也非常的上道。游戏的主线流程由2部分组成，一部分是作战，另外一部分就是跳跃障碍。作战部分的难度不高，屏幕的左边就是人物的血条，右下角就是你现在可以施展的绝技。难点在于跳跃障碍的部分。游戏的惯性系统，上手的门槛很高。当年很多小伙伴玩这款游戏的时候掉坑，就像下饺子一样。好在官方也知道这款游戏的难度，所以可以无限的续关。这里要打第1关的 BOSS 了，这个 BOSS 叫做乔治·亚哈斯，是不良做派队伍的经理。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款游戏的剧情。一位神秘的人物为了破坏轮滑这项运动，联合了东部联盟的3支队伍，分别是违规者、疯子还有不良做派，绑架了联盟的主席比尔·格尔菲斯。面对着这种情况，西方联盟的3支队伍就派出了自己的代表来阻止敌方的阴谋。这3位代表分别是来自于钉子鸟队伍的罗伯特·史密斯，绰号冰箱，就是那个胖子。胖子的攻击力应该是最高的。还有来自于热闪光队伍的维基·麦奎恩，也就是咱们现在选择的妹子，绰号叫做狡猾狐狸。妹子的配色以粉色为主，但我看到一种说法，原本开发的时候这个妹子应该是金黄色的头发，但是受到了红白机的机能限制，最后做成了粉红色。最后一位来自于摇滚乐队伍的麦克·弗兰尼根，绰号是加州小子。咱们每次在关卡之前应该都可以重新选择人物。直升机这里就是本关的 BOSS 战，咱们只需要躲掉 BOSS 扔下来的炸弹就可以了。毕竟穿着轮滑鞋是没办法打飞机的呀。等到炸弹爆炸的火花推过来了，再跳一下就可以了。第3关的对手就是疯子队伍的德鲁大师。
看起来战场是一个卡丁车的赛道。很多当年玩过这款游戏的小伙伴可能对这个场景的印象比较深。游戏的难度是从第4关变得非常不友好的。想要通关的话，这款游戏还是需要背板，尤其是第5关还有第6关的一些机关，还有坑。我个人认为这款游戏作为一个地球人，第一次玩是不可能一命通关的。刚才被水冲了一下，但是和掉到水里相比，还是掉一点血划算。这个场景可能很多小伙伴就要说了，当年止步于此。其实还好，难度不是特别高。到了游戏的后期，很多坑需要你跳起来之后斜方向移动，或者是移动的平台在屏幕的范围之外，你根本就看不到。这个地方有难度。刚才人物是在斜坡上，玩家会不由自主地向水里滑。被火喷了，被水冲了，你都要忍，保证自己不掉下去。下面这个拿着武器不讲武德的家伙，就是疯子队的经理约翰·德鲁大师。3发超杀把他干掉了。第4关和第2关一样，是一个强制的卷轴，但是第4关的难度可比第2关要高多了。前面我记着有非常窄的桥，刚才这2个坑是连续的，如果你起跳比较早的话，直接就会掉到第2个坑里面去。这种桥也太窄了，太窄的话活动受限制，不一定是好的情况。可能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吧。这里是 BOSS 战，过关的原理和第2关差不多。前面如果受伤比较少，血量够的话，这里躺平就可以了。不需要怎么躲的。比较难处理的就是 BOSS 刹车这一下，扔桶的距离和位置会发生变化。第5关，对手是违规者队。
本关跳坑的难度比较高，水上的一些木筏是移动的，而且移动的时候，它有些情况会移动到屏幕范围之外，你看不见木筏的具体位置，还要做出跳跃的决断。可能很多小伙伴当年坚持一下也能够玩到这里。就是作战的环节，其实本作战斗的部分打击感还是不错的。如果能够删减掉一些难度不合理的巨坑，加强一下战斗部分，这款游戏受欢迎的程度会更高。大家就说这个地方不背板的话怎么过？这里是游戏的第一个巨坑，玩家需要在连续的斜坡上减速、加速、跳跃、调整方向。后面这一段开始出现移动的木筏了。不敢喘气啊！跳跃的难度太高了，而且需要耐心。大家注意刚才的细节，在木筏上站着的时候，不要站在边缘，因为你跳跃的话需要一个加速，往前滑行一段才能够跳得远。我估计很多小伙伴当年遇到过这种场景，在坑的边上酝酿了半天，想跳过去，结果一顿操作猛如虎，跳跃距离 2.5， 直接就进坑了。就是因为你站的位置离坑的边缘太近了，没有加速的距离。第5关的 BOSS 竟然是一个摩托艇。第6关面对的是敌方3个队伍的幕后黑手。游戏当中没有交代他的身份，有一些资料里边显示他是一个外星人，我觉得可信度不高啊。大家想一下，一个外星人不远1万光年来到地球，就是为了破坏地球上的轮滑鞋运动。这个付出和收益不太成正比吧？真是外星人的话，他的路费都回不来啊！给人的感觉是用原子弹炸了个蚊子。第6关也是最后一关了，分为几个阶段。一会儿主人公会进一个门，进门之后才是这款游戏真正噩梦的开始。连续的不同方向的传送带，需要急刹车，转变跳跃的方向。一会儿前方还有斜坡。
游戏最坑的地方在于，虽然你可以无限的续关，你需要在这个版面从头开始。开始上难度了，加了一些机关。这个机关的坑人之处不在于它的伤害，而在于它会强烈的打断你的跳跃的节奏。整个游戏最难的地方来了，各种斜坡。在斜坡上，如果被桶击中的话，你直接就会滑下去了。这里要注意跳过去之后刹车，落点非常的窄，刹不住的话就没了。先清一下杂兵，后面就是打最终 BOSS。现在手握3个超杀，最终 BOSS 还是很肉的，而且他的攻击判定也比较强。先把3个超杀交了。这个打法之前我在录制很多街机游戏的时候跟大家介绍过。作为一款2D 卷轴的游戏，这几乎是一个通用的技巧。BOSS 的平 A 还可以，但是他起跳这一下感觉判定很高，而且出手比较快，攻击的范围也很广。BOSS 血量应该不多了，毕竟已经吃了3发必杀了。通关。那好吧，这样一款红白机平台的 DJ Boy 就给大家录制到这里。感谢小叶爱默默的投稿，也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个游戏再见。